大家都在想制造业是一个重资产的行业，但是可能像你说的这是一个男士比较居多的一个行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女性的思维就出来了，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制造业能够把它做得好，能够把它做得比较有伸缩性，那我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一个行业能够走向轻资产，这是我唯一前进的目标。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受我们拷问的呢，是来自综合集团，也就是 CAP EMS 的 Christina 郑丽珍。那其实 CAP EMS 综合集团呢，它是作为一家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不仅是对于这个端对端的制造服务，还提供采购、生产、还有组装、包装以及直接运输。那么它是一个典型的一站式的服务的一家公司。2023年呢，正式的上市，发售1.73亿新股。那么根据官方的估计呢，上市之后市值的预计能够达到8亿令吉啊。那么随着全球的半导体的一个需求的增加， CAP EMS 是否能够趁着这一股的半导体的势头来提升自己公司的业绩，让所有的股民眼前一亮，然后为公司带来一个更好的收益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CAP EMS 的综合集团的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长 Christina 来跟我们来聊聊 CAP EMS 这家公司现在目前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策略。我们先欢迎 Christina。谢谢财经的主持人，你好。那今天很高兴你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啊，跟我们来聊聊这家我们大家都非常瞩目的公司。那其实我非常喜欢就是公司的这个一把手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啊，虽然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有介绍您的公司，但是我们很想要听听 Christina 你自己来形容以及你自己来介绍你的公司。纵横集团 CEB 其实就是一家一站式的电子组装工厂。那怎么说才叫一站式呢？就是说客户能够把他所发明的文件夹直接丢给我们，那我们就会把他的美梦成真，把他的产品做出来。所以大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像贴 Lego 一样把它贴起来，其实不然。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要熟悉这一个技术方面的要求，那我们还要制作一连串的这一些测试的这一个 jig and feature， 就是测试所用的单元，来确定这一个产品在使用当中所面对的任何挑战都能够顺利的通过。所以大家听起来好像说EMS 很简单，就是把东西都组装在一起上4个螺丝就行了，其实不然，这里面的技术含量还是挺高的。是，其实现在我很好奇，当初你是怎样子就是决定要投入到了这个 EMS 这个产业当中的呢？这个问题常常被问。其实如果我告诉你我热爱工厂，那个是对的。可是为什么选择进入电子制造行业？其实我们是电子组装制造行业，因为真正的进入电子行业，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semiconductor， 那个是需要很多资本的。所以我们是使用 semicon 的人，而不是制造 semicon 的人。那我本身呢，在制造业已经有32年了，我是1992年入行的。我入行的时候，说起来我还只是一位仓库管理员，所以我入行是一路从基层做起，一直到我在创业之前的公司才当上了这一个集团总裁，才有比较全面性的发挥我之前的所学。在我自己创业以前呢，其实这一个事业部是我推荐给我以前的公司，那它是一家塑品注射工厂。那我告诉他，那时候在2000年大家都往
中国去。我也在中国待了好多年，所以我的中文可能是那时候就比较有进步了一些。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中国从没有到有，还有中国人的那一种劲，真的不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能够比拼的。我不是说我们马来西亚人不勤劳，只是说我们勤劳的地方跟我们生活的品质的平衡，我相信马来西亚人这一点拿捏的比较好。那中国人呢，可能是他们里面的国内的竞争能力很大，所以从那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年里面他们的薪水可以连5级跳。那我就说再这样子跳下去，5年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注塑我们是属于叫零件供应商，那零件供应商只能跟着组装厂跑。所以你看现在 Panasonic 也没有在马来西亚了。那个时候我们是跟着伟创力啊，跟着富士康啊，跟着其他的大品牌组装厂往中国跑，还有日本厂。那我在想，零件不是一个很难做的东西。那当然刚开始中国国内的厂商都不懂，但是以中国人的耐力，我想不出5年他们都会把这一个零件蓝海市场都会做得比较出色。所以我那时候就建议我以前的公司说，那不如我们回马来西亚。我们想说唯一能够留住自己的根，要把自己的根扎好，我们就是要做组装厂。了解。那我相信其实这样子一路走来呢，对于特别是一位女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经历，以及因为这个行业似乎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多以男性为主导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是经历了多少，特别是在2023年的时候，你还带领公司上市啊。所以 Christina 可不可以跟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在上市之后，我相信融资或者是各方面有了更多的资金，跟我们分享一下公司近期的一些发展好吗？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在去年上市的时候就已经拟定了未来3年到5年的方向，所以我们其实是跟着我们的 planning 来走的，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变。所以在今年初我们就完成并购了我们美国的这一家Icon Technology， 所以这家公司跟我们的业务合并能够拼出非常好的火花。那重点就是说大家都在想制造业是一个重资产的行业，但是可能像你说的这是一个男士比较居多的一个行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理性的思维就出来了，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制造业能够把它做得好，能够把它做得比较有伸缩性，那我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一个行业能够走向轻资产，这是我唯一前进的目标。是，好，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收购 Icon 这家公司啊，那我们听到很多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在马来西亚收购美国公司是一个我觉得蛮了不起的里程碑。但是其实您刚刚也有提到说过去以来你都是在帮别人圆梦啊，帮别人把资料夹里面的设计来帮他来完成，把它付诸实现。但其实您自己是否也有想过说未来自己也来涉足到设计的这一个领域呢？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公司花很多时间，我们内部的工程师，我们的技术总监，我们都在优化我们客户的产品的一些制作的一些过程。大家可能觉得说比如我做一个比如了你家里的这个网通网络收视器 modem， 你看它就是一个 modem， 可是我们在制造的过程中，我们要怎么样建议给客户把这一个 modem 的发热能够减到最低，能够让这个 modem 的话在不一样的气候之下能够稳定的操作，然后要怎么样让这个 modem 在电力最不稳定的情况下仍然不会 fuse， 就是不会烧掉。所以这些都是很小但是很细的东西。所以我们讲说，当然开发是所有人的梦想，但是我们也很了解马来西亚
这一个地区的这一个能力，我们的能力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制造业做得很细化很优化，但是我认为在开发这一个领域里面，我们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希望也在这里呼吁一下，如果我们马来西亚有哪一位发明家或者发明的东西，你需要找人家帮你圆梦，也可以到我们公司来。是，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说要从这个中下游，然后我们要做到设计上游，它其实真的是需要整个环境一起来配合，确实是不容易哦。但是其实贵公司在2023年的这个全年的业绩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股价大概是在90线以下，那么其实跟你们一开始的股价是在1令吉50 cent，它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这边可不可以请 Christina 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距的出现？我在想这一些可能我们这是第一年嘛上市，对资本市场的一些操作与我们的想象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其实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对，我们在上个月就是3月10号的时候，我和我们的财务 ED Miss Josephine， 她也是我的一个战友，我就告诉她，我说这一年我们2个都很辛苦，可是我们目前的状况只能算是幼稚园毕业了，还不算进入小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资本市场跟我们的制造业市场是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我们所看的和我们所做的，我们是以我们的年度为标准，可是我们的投资者通常是以季度为标准，那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因为我们对上市的一些标准的认为就是说，很多东西在还没有完全确定以下你是不能公布的。那我们也认为说很多东西可以做但不可以说，但是在这一个资本市场里面其实有好的消息或不好的消息，我们都要预先要有一些预测给这个市场。所以今年这会是我们想办法进步的地方，要怎么样让市场了解为什么我们会目前这个季度会不好，那是因为我们为了明年的 double up，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可是我们一向来做生意嘛，我是一个工厂妹，对我来说行动比语言更加重要。但是我现在说我们在的这一个资本市场里面语言跟行动要同样重要，所以我相信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一些发展的蓝图，还有我们一些所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没有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让市场觉得说我们的诚意不足。但是这个我认为在2024年这会是一个我们继续要改变还有进步的地方。那我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也可以来回答很多潜在的投资人的一些疑问啊。因为其实我们收集到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 EMS 的这个技术密集性的一个这样的特质，所以产品生命的周期可以说是它的风险比较高一些啊。因为一旦这个产品如果过时的话，那可能你们的这个制造合同，还有你们的投资还有相关的技术，可能它就结束了啊。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贵公司如何去解决这个技术被淘汰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呢？中恒集团在做网通网络，这是我们的主打这一方面，我们从2G 做到现在，我们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它所谓的这一个技术的改变，技术含量大幅度的改变，是在它的 IC是属于它的 IC， 属于它的 components。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把 components 放在 PCB 板，然后把它做成整个可使用的 PCB 板。所以重点就是说，在我们的设备里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我们的测试方面呢，我们可以 upgrade， 我们可以从像手机一样嘛，但你在完全不能 upgrade 的时候，就是你 4G 到 5G 的时候，这就是整个
技术层面的升级，已经不能再升了它是整个改变。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客户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些合约的，所以我们在投入新的这个有技术含量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客户会有给我们一定的长期的 forecast 它能够给我们做多少的量，那我们会把我们所投入的资金都摊还在每一步的产品中。那如果是产品没有达到量的话，我们的客户会把不足补回给我们，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风险是相对非常低的。了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马币贬值的风险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制造业对于材料的依赖，那么其实材料的采购其实跟这个货币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过去其实我们一直看到马币贬值，这是不是也对你们的成本也带来一定的压力呢？基本上Cape EMS 是一个100%出口的企业，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收的是美金。那我们的购买呢，大概60%到65%是用美金做购买，所以相对的，如果我们美金对马币有优势的话，对我们来说那是比较 positive 的，比较正面的，是一件好事啊。那其实你现在公司的发展走到今天上市，然后也收购美国的公司也可以来跟我们的投资者、潜在的投资者分享一下，现在公司目前主要的这个利润的来源都是在哪一些方面呢？我们目前主要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 project，当然我们就可以收更多的费用了。所以基本上像我们美国爱康的这个毛利肯定是比我们 CEB 的毛利来得高的，大概是2倍吧。因为他那里都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客户。那第二呢，那我们公司更能够发挥的就是我们的工业 4.0。我们现在公司里面的话有自己的AI automation 团队，所以我们已经把我们很多的这个制程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那我们的自动化与半自动化呢，都是比较有伸缩性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机械手挪到另外一个生产线的机械手来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整个团队就能够发挥更好的这一个产能。那我们也不能够，也不是不能够，因为我们不能够太过依赖外劳的这个劳动力是，所以我们尽量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跟客户去商讨如何把这个制程自动化。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择客户方面会有比较挑剔的一些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客户能够跟我们的合作比较长期性，那对未来呢会比较有更好的这一个成本的控制的空间。是 Christina， 其实我也很好奇因为现在这个电子业也好或者是这个特别是电子业啦，还有科技业，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它是一个风口浪尖嘛。那不晓得这个中美贸易战对于你们来说，它是一个风险还是一个机会呢？其实在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一个企业里面，尤其是制造业，中美贸易战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也同样的有一个很大的风险。问题是就是说很多企业可能想的是说我马上就能够把这一个产品在马来西亚贴个牌子，马来西亚制作，我就可以转出口。我认为那个是可能很短期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帮忙客户在本地化的这一个含量里面逐步的提高，而且这个逐步提高呢，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长期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里面获得一席之地。
了解，其实我觉得 Christina 你现在有一个优势，就是你的华语说得非常好。然后我们马来西亚很多的股民啊，可能还是以华人为居多，特别是讲华语的人为居多。那未来其实会不会也去做更多的像今天您来上中文的节目未来会不会有做更多的这种中文的关于你们自家企业的一些宣传，或者是跟投资者相关的这些的沟通，会不会越来越多呢？谢谢主持人，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愿意但是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普通用中文的机会比较少，是，所以其实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会说中文。但是这一次能够来到财经，我非常的感谢。那也希望说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机会，那我非常的期待。对，我们也很希望说你可以再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的老板很想要跟中文的这个股民来沟通，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不会讲中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 Christina 你是在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优势好，您刚刚也有提到说关于这个包括现在的这个很多世界上面局势的一个转变，包括中美贸易战，还有这个外劳现在可能政府也有常常在做出一些改变那其实最后想要请教你的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个局势的改变当中，还有政策的改变当中，您是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么多的突发的变化的呢？全球化思维，我认为说所有在这一个制造业或者是其他商业领域里面，如果我们做企业的能够有全球化思维，我相信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客户，他前面10年20年都是在中国采购的，那么有一些技术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换另外一个方法，找到这个技术的存在点，意思就是说找到拥有这个技术的人，虽然他在中国，像你说的我会说中文嘛，我就会去告诉他能不能够和我们配合，要么把他的厂移到马来西亚，要么我们看要如何把他的一些制作程式跟我们沟通，那么我们可以把它从纯中国制造到马来西亚制造。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方式下，我在想只要我们能够达到双赢的局面没有任何一个商业或者任何一个企业的掌舵人能够拒绝的。但是如果我们都要全部都收入我们自己的口袋，我相信我们就会止步不前。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全球化思维还有双赢能够达到，最重要是能够达到客户的需求，然后能够拿下这个订单，那个才是重点。我想 Christina 的分享今天给我们一个启发，这个全球化的思维呢，在现在诡谲多变的一个全球局势底下，我们也必须要分散风险不能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然后我们也必须要去把技术可能更多的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持续的把企业给做强做大。今天非常谢谢 Christina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主持人。是，以上大家听到的呢，就是综合集团的 Christina 跟我们分享关于综合集团它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那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疑问呢？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都来给我们留言。正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